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雷无忌，来，起来。雷无忌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雷无忌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少佐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上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三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！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忌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！你别跑！嚯，一日比一日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菩萨第一轻功，这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，知道你划的是什么吗？
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。刘姐，哎，来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江师弟，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杰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。哎，兄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。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讨厌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两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了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刘姐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，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啊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洛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洛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。就多在屋子里歇歇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
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有何难？司空千洛不是认识她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秋色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了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洛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洛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纱布剑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就在你师叔雷云鹤拜山不久之后啊，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二师尊。那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来这雪月城也有些时日了，为何一直没见到这大城主百里东君呢？你见过呀？我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仅见过，还喝过他亲手酿的风花雪月。是他呀！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他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他下山，便会引起市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
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五运和天运。所谓真言，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九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那天启城。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春庭乐舞，遥香老光武。不转回廊，半枚晚冕香。青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着。这真是最后一坛了。哎，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问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终于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这把听雨剑了。不过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总觉得哪儿怪怪的，就好像漏了点什么。哎，萧瑟，大师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来？想来是进入20尊止水剑术的第1重了。不像某些人，跑路的功夫那是越来越快了。大师兄，
你可敢与我一战？有何不敢？此剑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你说这叫月溪花尘，二师尊可同意了？哎，大师兄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师傅，这两日跟着师傅练剑，稍有差错，那真是当头一棒。不对。哎呀，小杰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刺剑的时候要平。你这是三才剑法吗？小杰，小杰，你别哭啊，小杰，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吃好不好？雷无节，雷无节，傻小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恍惚间觉得师傅打我那一下有些熟悉。还真是个傻小子，被打的时候疼，现在又回忆起来被打的滋味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他去哪儿了？师傅每日都要去山间练剑，除了每天早上看我习剑之外，基本上都不见人影。但是到了饭点儿的时候，回来的倒是挺及时的。哟，你这是在抱怨？哎，我可不敢啊！我现在就只想，要是哪天不练剑了，就下山去当个厨子去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俩找我干嘛？我们找你有2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，你师叔雷云鹤数日前又上了一次望城山，同样是1指破开上山路，2指掀了乾坤殿，这3指夹住了赵玉珍的青霄剑。据说2人大战1夜，期间整个望城山上天雷震动，暴雨狂鸣。除了6大真人留在山上观战以外，其余的人只能下山避其锋芒。之后，你师叔乘鹤离去，赵玉珍也亲口承认，这一次雷云鹤没有输。那就好。哎，那第2件事呢？第2件事，关于一个人。谁啊？叶若依。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不，你认识。你不仅认识，他还给你手帕，让你擦鼻血呢。你提他干什么呀？我又没问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继续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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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若依是和我同一年来到雪月城的，她是当今镇国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。大将军的女儿？那她来雪月城做什么？养病。具体什么病谁也不清楚。3师尊他医术了得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依然没有好转。据说钦天监里的天师们也帮他看过病，但都没有用。想来这个病也没那么简单。先别想这些了，我就问你，想不想认识他？认识啊。 3日后是雪月城1年1度的百花会，到时全城的弟子都会参加，平时不出门的叶若依也会来。你要不要去？这百花会，师傅他会去吗？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师傅。3师尊说了，谁来都有可能，厉寒衣千万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大概是害怕你师傅一出剑，然后百花会上的花全都给毁了。那这百花会是做什么的呀？比武吗？百花会上不谈武功，只谈风雅。参加的多是一些年轻一辈的弟子，吟诗作对，把酒高歌，算是我们雪月城1年1度的盛事了。这把酒还行，吟诗作对，
我不太懂啊。而且咱们习武之人，吟诗作对的话，是不是显得有那么一点娇柔造作了？怎么？那吴昕在于师传你拳法之前也吟了一段诗，你觉得矫揉造作吗？哦，也是啊。这吴昕的确是个妙人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这家伙可不简单，当日顿悟6通之术，就能与那无双城的无双一战。这么久过去了，想必功夫更加精进了吧？真是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他这一来，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。刘无邪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我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天涯路上，有你在身边。风花不往上面，晚霞映红你侧脸。你有一柄好剑，跟着我一起来。藏着执着的信念，英雄从不轻易，只用此双乱流年，一腔的热血，去飞越青天，将心向明月，往事化作尘烟。花开花落玉缠绵，这才是真的风雅。水波淡淡说这是云烟，若一剑舞，和你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，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，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。四公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小雨用。如见仙，谢轩。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无奇；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衣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
见今日。长风乱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七种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呀。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你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哦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？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傅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期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。心中义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。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凶女人！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
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，果然是真。师傅，我错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， 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；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那傻小子下山了。下山？赶紧去吧，或许还能赶得上看他最后一剑。很好，雷轰在你这个年纪，剑术不如你。师傅，这一剑，徒儿算是接下了吧？勉强算是接下了，不过只有这个程度的话，你接不下剩下2剑。只有用这个办法了。剑回！人剑相通，能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的这个师弟啊，入自在地境了。第2剑，双手剑术，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2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。这第2剑，请师傅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。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
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3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事件就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3剑，我姐姐所传。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3才剑法，平刺，刺，扫，收回来。3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2师尊他……韩一虽然入师门比我早1个月，但实际上，他比我小4岁。他母亲是剑种传人李新月，他父亲是雷门雷梦莎。他未入雷门，随母姓。殿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论你执意要从这里出去，那便以欺君之罪论处。我们可以先斩后奏。你们几个拦不住我。吾等知道殿下武艺高强，但我们亦是无惧。若你要出去，那便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那你们便来试试。殿下且慢。殿下，你身份特殊，那法场你不能去。新月姑姑，怎么连你也拦着我？不，此事便交给我了，由我去将王爷带回来。相信我。雷门4杰，雷梦莎。萧瑟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有些事真的是宿命。姐，这个是……这个是母亲的青龙令牌。20年前，父亲母亲保着当今圣上，杀入了平清殿。后来父亲受封成了8柱之，远征南绝，死在了战场之上，而母亲则和其他3位不愿做官的江湖人士，受封了这天启4守护的虚职。母亲列东方卫，代号青龙。青龙，听起来很强的样子。我曾经很讨厌这块令牌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块令牌害死了母亲。可它终归是母亲的意。母亲的事，师父也不肯跟我细说，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要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把我独自一人丢在雷家堡里。那是因为母亲看惯了这天启城中的阴谋诡谲，她不希望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她希望你不如回到江湖之中，自由自在的成长，远离纷争。是这样的吗？又或者是，母亲可以提前就预料到那一天的到来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母亲在位列天启4守护之后，一直尽心尽力保护皇城，直到那一年，
震惊天下的琅琊王谋逆案爆发。琅琊王本是国之栋梁，多次帮助北离击退男爵的入侵，乃是世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可他突然就入狱了，罪名则是谋反。那他到底谋反了吗？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。可琅琊王自入狱之日开始，就保持缄默，他没有再说过一句话，没有认罪，也没有为自己辩驳。审讯他的天启7御史中，有3人认为他是无罪的，可第2日都被发现死于家中。这是明德帝想让他死，所以不需要理由，甚至不需要证据，只是他被问斩法场那一日，母亲出现了。这就结束了吗？虽然不甘心，可琅琊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，也就因病去世了。那么萧氏皇族当中，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琅琊王仗义直言吗？自然是有的。那人就是六皇子萧楚河，他是琅琊王亲自培养的，年纪轻轻就入了逍遥天境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未来接任皇位的最佳人选。琅琊王入狱之后，他独身一人在殿上辩护，连说了13条琅琊王谋逆案的可疑之处，声音激昂，情致动人，甚至还有老臣在朝堂之上落下泪来。琅琊王死后，这位皇子仍四处奔波，力求翻案，可最终引来了盛怒，被贬数人，流放青州。或许是早已经有了预感，琅琊王在死前的1个月，就让天启4守护答应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琅琊王请求，在之后传袭天启4守护令牌之日，可继续承担着守护之责，守护那个承载着这个王朝未来希望的那个人。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是。我曾经愤恨母亲之死，我也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可我看到了你拔出天羽剑，我知道你的剑跟母亲一样，你是守护之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今日要不要接过这个令牌。既然是母亲遗命，那我定当奉命而行。况且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雷无节敬佩他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任的天启4守护，东方卫。哦。我雷无节定当不负母亲遗命。对了，姐，你说他被流放了，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六皇子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那位皇子不过比你大上几岁，传说被贬出城后，就遭遇了仇家的伏击，一身功力全废，此后便下落不明了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岂不是还得到处去找？罢了，现在也不必知道这些。或许像现在这般走下去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不必去寻他。相信我，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之时，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旁。那个傻小子，希望李寒衣别把青龙令牌传给他吧。
点反应都没有啊！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哎，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，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。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小，能让我惊讶的事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儿来的夫婿啊？他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打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落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落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落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落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
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啊！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落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了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那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强洛，强洛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，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萧瑟，你快下去吧。跟这种人打，脏了我的手。现在再不上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没人应战了，这都没人上了。萧瑟，下去。骆明轩，雪月城最美长老尹落霞座下弟子骆明轩，前来应战。哼，原来骆明轩一直也暗恋千落师姐啊，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拔得头筹，着实是令人感动。是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骆明轩一直跟着他师傅混，平时跟我们也没什么交情，没想到啊！那就好好看他的表现吧。你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要不要咱们下个注啊？我赌我赢，100两银子。好，那我赌你死，200两。哎，小子，你觉得他们二人谁会赢啊？骆明轩吧。为什么？他这赤手空拳的很吃亏啊。这个骆明轩学的是落霞断焰掌，长江都断得开，何况是一把破长剑。哦，说的也是啊。看来这一次是骆明轩要跟千落师姐成亲了，真是遗憾。你遗憾什么呀？哎，那我当然是希望你和千落师姐成亲了。你们俩这么般配，你看啊，千落师姐性格直爽，你一肚子坏水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呢。滚！段家段轩逸，请指教。这家伙来了，他很厉害吗？在这年轻一辈当中，有绝对胜算的也只有唐娘。但看方才骆明轩那一掌的威力，胜算也不小。哎呦，段家少主，久仰大名，你能胜过我弟弟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可我这一关，你过不去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骆明轩中毒了。啊！看起来不对劲啊！师兄没事吧？师傅，怎么样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是徒儿大意了。原来这场比武招亲，雪月城长老也可以下场吗？我替我徒儿认输，这场段家段轩逸胜。尹长老，我看一下，此毒为3寸蛇心，并不会伤及性命。尹长老放心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将此毒化解。那便多谢了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卑鄙无耻之徒，还敢这么趾高气扬的说话！哥，连骆师兄都败了，
我们之中，还有谁能打得过这个段宣义？就是啊，简直太无耻了！居然用毒！殿下，我们可能来晚了。哦，难道已经结束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不是你们非让我下来的吗？不是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应该让咱们三番五请，你才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的下去吗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上去啊？谁上去了？你是谁？雪落山庄，萧瑟。你就是那个被枪签收为弟子的萧瑟。你说是就是吧。殿下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。是楚河上去了吧？是的。堂堂六皇子萧楚河，现在竟然在雪月城参加比武招亲。是的。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，武功不是很强。老六为何一直在躲呢？看不明白。24桥扇，阁下轻功卓越，见识也广，只可惜光靠着躲是赢不了我的。赢不赢得了，走着瞧。六皇子的踏云步比起当年更强了，但从他的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魅力的波动啊！难道老六的武功真的全被废了？我已看穿你的步伐，10招之内，你必败无疑。那你就试试。雷门霹雳子，一颗让你们脑袋开花，2颗送你们回家。吹牛吹！回家！说谁的你？说什么你？你作弊！你用雷门火器！你们还用毒呢！你闭嘴吧你！萧瑟，把那霹雳子都给我扔出去！好。我路上用的太狠，就这2颗了。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好，这道阎王帖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，助你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。什么法宝？我的2粒霹雳子和大师兄的3道阎王帖，可值1000两银子呢。这3日呢，就由我和大师兄教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。一个会着天下第一轻功的人，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和唐门的暗器，你说谁能胜得过你？对。24桥扇，正面只有23桥，极尽风雅；背面只有1桥，名曰断。风雅以息，只谈生死，不够风雅。你究竟是谁？雪落山庄萧瑟，赢了你的人。雪月城萧瑟胜。虽然你赢了他们，但你还要胜过本小姐的枪。我认输了。萧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输了呗。不是，你这还没打，你怎么输了呀？你们给我的火器和暗器都用光了，我还能怎么打？谁可能会让着你的吗？哎，刘姐，你别瞎说，谁会让着他呀？雪月城打假赛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打假赛？这怎么就打假赛了？这样打假赛。你这些手下败将，都给我闭嘴！真麻烦。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走了便是。拦住他们，让雪月城给个交代。北离国白王殿下虎驾至此，尔等跪拜相迎。
拜见白王殿下。笑死了！许久不见了，朱雀石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雷武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洛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一下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师姐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就过学。原来是同窗啊！哎，同窗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有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
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哎，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。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就是个代号，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，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？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嗯，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平时处处跟你作对，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哎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
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，霹雳堂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剑仙。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他呀，他在跟千洛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对啊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千洛，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？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3言2语就听得明明白白。那我现在就决定，这块牌，我拒绝。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，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？没有。那自然，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。可那萧楚河是琅琊王所看重的，他……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，我司空千洛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。
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唉，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说这么多话。如剑仙送你那本《晚来雪》，看得怎么样了？那本书不好看，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，没意思，不爱看那本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、英雄战沙场。就比如吧，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，看多少遍都不会腻。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。萧瑟，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，你神色都怪怪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乡是在天启吧？我没有家乡，你记错了。哪有人没有家乡的？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？那还用说吗？家乡自然是，不管你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。吴昕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烦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吴昕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
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他走了。一刻都没有停留，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。走了就好。你派司空姑娘来，是料到她有这么一出。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，我不宜出现，所以便让千洛去代劳了。萧瑟，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哎，唐莲啊，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。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。是。哎，大师兄也要走啊？难道你也要走？哎，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，而且呢，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，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父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。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。此次回唐门，我若是无事，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英雄宴啊，据说还有比武夺魁。你要去参加？我定当夺得头筹啊！你大师兄曾经是三魁者，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呢。哇，那萧瑟呢？萧瑟你要去吗？反正打擂台这事儿，你可比我熟啊。滚！他可去不了，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。我去。你要去？我倒想看看这傻子怎么出丑。那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去过天启吗？帝都天启？没去过。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？没有雪月城漂亮，但是很大。
大概有7、8个雪月城这么大，五湖四海的人齐聚，每天都很有趣。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，纯天然的，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。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，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。有机会带我去天齐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在这雪月城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说你要告别，也对着雪月城门口，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？这不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你说我们都要走了，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？说谁坏话呢？哎，大师兄，如意姑娘也在啊。知道你今日要走，特地过来送你一程。哦，萧瑟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嗨，他呀，他在城中打算盘，打的是心烦意乱。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，透透气，看完就回来了。正好，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。若意姑娘，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雷门。我师父，啊，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，你说这话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无妨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呢？他不是也要去吗？阿姐说她能日行千里，让我们先行一步，之后她自然会追过来的。好。那，大师兄，我们先去雷家堡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我还要看你夺魁呢。行，走了。撤！叶姑娘，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？恰！恰！李然少年气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当他重临天启之日，你会站在他身边。小子，来拿着。哎，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去望城山。去望城山干什么？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。你想想啊，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，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我师父、我姐，还有望城山上那位，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。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，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。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，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？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吗？行，那你想怎么试？哼，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。随便你吧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拜山。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。这就是问剑望城山，大点声行不行？我们第一次来做客，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儿？谁请你来做客了？你是雪月城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拿出点气势。没错，我是雪月城的弟子，
剑仙的弟弟，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听雨剑，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，前来！哎，怎么是你？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剑望城山，你这是要杀我呀？什么人？是叔祖。你就是赵玉珍啊？听雨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方才感受到听雨的剑意，还以为是他来了。你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。疯了！雷灭！看你的功法，应该跟齐鹤是同一门。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，没事老闯着望城山做什么？哼，那你再试试这招如何？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有真气护体，就算你出100招也伤不到的。你果然是他的徒弟，是他让你来找我的。他怎么样？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。你是他弟弟，你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？他说，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，可是我等了他很多年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他来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望城山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是他来了。那一年你闭关练功，后雷云鹤前来挑战。你断其一臂，将其赶下山，但自己也元气大伤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，闭关养伤。在你疗伤期间，李寒衣确实来了。这件事应该整个望城山都知道。我确实不知。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。最终，天道没能修成，你和掌教都负了伤。没过多久，掌教故去，此事就再无人提起。为什么不能提起？我姐那么傲气的人，来了3次都没能把人带走，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赵真人，我们此行要去雷门赴宴，雪月剑仙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去？还有我师父。我师父就是雷轰，他也在雷门。小子，我若不下山，会怎么样？我姐会跟我师父见面，我师父可能再也不会让他离开了。若我下山呢？一切尽在你的掌握。您说的对。那你到底是下不下山啊？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犯罪半行日复日，花开花落年复。你们走吧。那就走呗。无头无脑念首诗，那赵玉珍到底是下山还是不下山？哎，师傅的心思，没人能猜透的。
你们师傅若是下山，真的会引起风云巨变呢。师傅倒是没有真的下过山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师祖诓他的，想骗师傅一辈子留在望城山。师祖才没你这么无聊呢。掌教的命格是天命，师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天命。行了，赵玉珍来不来，在于你姐，在于她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于你。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好了，现在就走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李寒衣还是赵玉珍，以他们日行千里的剑仙境界，去个雷家堡真不是什么问题。换做我们，再不等就成笑话。走。也是啊，哎，这天不天人不人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信一点，事在人为。告辞。告辞。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啊，你是怎么说服你姐陪你去见雷轰的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其实我骗了阿姐。哟，你还会骗人呢？我私下骗她说，我师傅得了重病，就快要不行了，临走之前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了却心中遗憾。阿姐就同意了。你师傅知道你这么咒他？他要是能见到阿姐，我说什么他都乐意。想不到雷无姐，连你都会耍心眼。哎，这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去雷家堡，你不会迷路吗？放心，我在雷家堡生活了10几年了，我记得它的味道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跟我来。你已经走错了，滚回来！啊，自己看，带什么路？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去路？雷无姐，这一次遇到的人跟以前的不一样，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他们是真的来杀人。那他们到底是谁？暗河。暗河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8席次的杀手组织吗？没错，我姓苏，苏家，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苏昌黎，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3人中有他为首。萧瑟，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傅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傅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界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界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的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哼，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
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扔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扔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极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就只有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。这颗头颅值得一看。师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什么望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啊，揍你们一顿。走吧。师姐。好香啊！哎，饶我！快走啊！快点儿！这个灯好漂亮啊！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。你告诉我岂不丢了？那苏昌黎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，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了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昌黎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昌黎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还有什么办法？这好，3碗阳春面。啊，多谢，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哈。萧瑟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，就连厨子也是方圆100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裘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若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
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情义是我雷无节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守护的人要杀我，怎么办？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行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啊。怎么了？弹指罪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，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罪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罪，可他2人已经中毒了，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手上内力。雷无节，千洛，不要妄用真气。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不那么痛苦。你似乎太得意了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没中弹指罪。你并不会武功。小嫂，我跟雷无节拖住他，你快跑！你的这2位朋友，若再妄动真气，就要筋脉寸断而亡了。闭嘴！穆英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不过你还是忘了，他们2人内力暂封，但我的内力还在。小嫂，这是……我隐脉受损，不能运用内力。这是如剑仙送我的无名书中武术的流转之阵，我把内力借给你们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，怎么不早用啊？想得美！你们内力暂封，我才能成功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萧瑟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没有相关的消息。雷家没有书信传来吗？没有。我曾听唐师兄说，当初雷无节来雪月城的时候，1个月的路程，他们生生走了3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以你的年纪能到此境界，实在难得。只是杀你这般可惜之人，才真是畅快呀！我可不怕水，火灼之术第8种，天火镜。刘姐，不要妄动，站在那里保持气势。
搁这。夏老师姐，咱们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附近就没有雪月城的盟友前来助阵吗？我自幼就很少离开雪月城，和江湖上的人也没打过什么交道。莫说是寻盟友了，我连雪月城有些什么盟友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啊！阿爹临走前给了我样东西，有了它，这附近的盟友自会前来相助。这什么呀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雪月城的求救信号。只是这烟火可见不过100里，这附近真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白痴！哎，你这刚醒就骂人，你才白痴呢！你不许骂他！哎，跑！什么？快跑！夏洛师姐，她说快跑，什么意思啊？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啊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奇经八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力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它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先把药喝了吧。3日过去了，你终于能下床了。多谢神医。不用谢我，我只能帮你小忙。你隐脉的大伤，我治不了。这话我已经习惯别人说了。我之前在药王谷里看到过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了一种医术，叫捕魂之术。
能令枯木逢春，结泉涌水，逝去的花草能够重生，断去的魂脉也能够重连。只是书上并没有记载捕魂之术的正确用法，可能早就失传了吧。毕竟师傅号称医术天下第一，也并不会这捕魂之术。这么说，你是新百草的弟子？是啊。这几天啊，千落师侄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是长风师兄的弟子，所以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你今年多大？你别看我小，我可是有大志向的。什么大志向？比如治好你的伤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信。对了，他们说你那天通过什么流转之阵将内力借给了他们，是一本什么书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此书乃是如剑仙谢轩所写，修炼此中功法，可以慢慢修复阴脉。真是本奇书。你要是想，就请你多看几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记住了。想不到小神医竟还是过目不忘的天才。但是你那个姓雷的小兄弟可不能再等了，他每天着急想要出种去那雷家堡，还说如果去晚了就要被姐姐一剑给杀了。什么姐姐啊，这么凶？天下前5的剑仙，你说凶不凶？不过他既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得去拜访一下李种种。萧瑟见过李种种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种种相助。哎，这都是华锦的功劳，老朽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在此与你相见呐。对了，你对暗河的追杀有什么想法吗？暗河向来是不死不休，如果是专程为了杀我们，那应该派出更强力的杀手才对。怎么，苏昌黎还不够强吗？我们之中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就是我。若是请东暗河为求稳妥，应该请出纸伞鬼苏沐雨这样的高手。所以我估计，这里面应该是另有阴谋，或许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有关。雷家堡、英雄宴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我们要快点赶往雷家堡，在敌人的阴谋发动之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刚才说，你叫萧瑟？是。不管以前是叫什么，以后也只会是这个名字。暗河的那些人惧怕我剑心虫不敢硬闯，但也未必会离开呀。今天晚上我就去击退他们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。怎敢劳烦种主亲自动手？我外孙为你，我为我的外孙。外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，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落云剑。新剑，好。
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。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，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，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是的，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剑是君子之剑，然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节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迫使小杰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。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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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要不要过去？师傅也没教我怎么安慰男人啊。陆明轩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踏上江湖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杀人，人家却想杀你。我都明白的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都是错的。大家打打杀杀，仇恨不断，永远没办法终结。这不是我心里想要的江湖。我知道，你要的是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知道我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吗？
我曾经以为，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吴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；面对江湖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